今天的皇馬對皇家社會4-1大勝。那麼節目的上半部分咱們好好的分析評論一下，而節目的下半部分是足球紀錄片《名帥傳奇：瓜迪奧拉球員生涯》第3集。另外歡迎大家點擊老 K NBA 支持我的又一個頻道，頻道鏈接我放在內容簡介置頂裡面。還是那句話，感謝您的點讚熱推，感謝您的支持。那麼今天這場球一個字爽，一句話，皇馬3位爺都爽了。姆巴佩帽子戲法，維尼修斯一傳一射，貝林厄姆2個助攻，尤其下半場，這才是我們想看的皇馬。而下半场左後衛庫庫雷利亞上來之後，球队整個中場全都火了。庫庫比卡雷拉斯真是強太多。此外，我們必須表揚魔帥穆里尼奧，他的換人真是恰到好處。就這樣保持下去，新一代的銀河戰艦建成指日可待。那麼這場比賽是穆里尼奧時隔13年4835天後，首次以皇馬主教練身份重新在伯納烏指揮正式比賽。開場階段其實雙方互有威脅，並不是比分顯示的那種從頭到尾一邊倒。先是姆巴佩的單刀被对方雷米羅擋出，奧亞薩瓦爾的近距離射門也被庫爾圖瓦用腳化解。此後皇馬一度把皇家社會壓回半場，但推進速度逐漸下降。皇家社會通過兩側的出球和奧亞薩瓦爾的回撤獲得反擊空間。第40分鐘，巴爾韋德從本方半場高速推進，送出直塞，姆巴佩扣過了約恩馬丁，左腳打進上角。但僅僅4分鐘後，對方奧奇恩格的射門被擋，蘇切奇從第二線無人盯防插入，將比分扳成1-1。中場休息之後，由於卡雷拉斯已經吃到黄牌，而且位置感也有問題，庫庫雷利亞於是換下他，這讓皇馬的壓迫和整個左路結構隨即改善。第60分鐘，姆巴佩和貝林厄姆打出高速的撞牆配合，完成第2個進球。8分鐘後，贝林厄姆在禁区內逼搶對方貝迪亞成功，把球留給維尼修斯推射空門。第80分鐘，維尼修斯又送出穿透防線的直塞，姆巴佩挑射完成帽子戲法。补時階段，布拉辛迪亞斯一度又破門，但埃斯皮此前越位，這個球看了 VAR 之後確認無效。那麼戰術方面，穆里尼奧連續第2場採用4-2-3-1，貝爾納多·席爾瓦和巴爾韋德仍然組成雙後腰，貝林厄姆固定在中路前腰，而居萊爾名義上位於右路，但大量的向內部空间和中路移動。維尼修斯從左路內收，這是一個左右非對稱的陣型。而姆巴佩既攻擊對方防線身後，也會回撤串聯。在有球階段，何伊森主要負責後場的第一腳組織，比席爾瓦會回到2名中後衛附近接球，巴爾韋德則提供第2條向前的線路。居萊爾內收之後，鄧弗里斯幾乎獨自佔據了整條右路。這樣的安排非常恰當，讓皇馬既能夠快速縱向的攻擊，又比過去多了一層有秩序的陣地推進。不再只是依靠維尼修斯和姆巴佩2個人自行制造突破。但上半場皇馬的壓迫為什麼失敗呢？這主要是皇家社會2名中後衛在出球的時候拉得很開，皇馬很難判斷由誰去前壓。上半場皇馬的壓迫經常就少一個人，導致無法在前場順利奪回球權。皇家社會抓住了居萊爾內收留下的空間，讓自己的左後衛戈麥斯獲得了很自由的接球機會。與此同時，久保建英和奧奇恩格向內移動，讓奧亞薩瓦爾在皇馬的中後衛和後腰之間的線間區域活動。皇家社會這套部署一度讓比席爾瓦頻繁的橫向要補到皇馬左側，而皇馬前場有人沒有及時回撤，這導致球隊在丟球權後的陣型被拉開。蘇切奇的進球就是典型案例。皇家社會快速打向奧奇恩格所在的空間，科納特上搶過猛，蘇切奇則從第2線無人跟防進入禁區。皇家社會主教練馬塔拉佐這邊的出球思路，他同樣使用4-2-3-1。圖連特斯是位置更靠後的中場，必要的時候落在2名中後衛之間，幫助球隊形成3人出球。皇家社會也不只是低位防守，前60分鐘他們嘗試利用中後衛拉開皇馬的第一線壓迫，邊後衛成為自己出球的出口。久保建英和奧奇恩格內收，奧亞薩瓦爾自由的回撤，而奧奇恩格的速度可以攻擊皇馬防線身後，他們的進球就來自更直接的長傳。奧奇恩格攻擊空當，整支球隊迅速進入皇馬禁區。但在其他的階段，皇家社會從後場的組織過於複雜，沒有充分利用奧奇恩格的速度。緊接着到了中場休息，穆里尼奧的調整，首先庫庫雷利亞換下卡雷拉斯，然後皇馬重新修正了前場的壓迫，讓每個出球點都有人對應。而卡雷拉斯的下場也是因為已經吃到黃牌，他繼續面對久保建英的1對1突破存在風險。而庫庫雷利亞上場後能夠獨立站住左側寬度，維尼修斯因此可以更自由地進入中路和內部空間。貝林厄姆和姆巴佩也獲得更清晰的配合路線，而在這一支皇馬，貝林厄姆就是戰術的核心。
他身後有巴爾韋德和比席爾瓦保護，不必反復回到很深的位置來接球，他可以長期停留在禁區弧頂和2條肋部之間，在線間區域等待最有價值的進攻時機。2-1的進球便是典型例子。贝林厄姆沒有進行多餘的盤帶，而是在禁区前沿和姆巴佩完成一次快速的撞牆配合。3-1的進球則來自他的前場反搶和堅持追求。所以姆巴佩完成了帽子戏法，但真正改变皇馬進攻結構的人是贝林厄姆，而对方主教練馬塔拉佐在第57分鐘將奧亞薩瓦爾換下，這並非單純的戰術放棄，原本計劃就只讓他出場1節半再加10分鐘，因為他世界杯後歸隊較晚，也怕受傷。而奧亞薩瓦爾今天感覺還可以，又主動要求多踢了5分鐘。但是在他離場後，皇家社會失去了最重要的前後場的連接者，此後球隊就沒有辦法穩定控制球權，也不能夠有效壓制皇馬的後腰，比分迅速從1-2變成1-3。體能下降導致隊員的反應速度變慢，貝迪亞在禁區內堅持短傳出球的決定，最終又造成第3個丟球。所以2位主教練的對決前60分鐘，馬塔拉佐的出球和站位設計成功制造了麻煩，但整場比賽的勝者仍然是穆里尼奧。原因並不僅僅是換上庫庫雷利亞，穆里尼奧在半場重新解決了3個問題：第一，壓迫人數不匹配；第二，左路保護問題；第三，贝林厄姆站位的問題。而皇家社會隨着奧亞薩瓦爾的離場和體能下降，沒有辦法繼續執行上半場的出球計劃。關鍵的球員對位，首先貝林厄姆對上皇家社會中場，一個人貢獻2次助攻，同時完成3次成功過人，他贏下了9次對抗，並造成4次犯規。贝林厄姆不是單純的前腰，而是皇馬前場最積極的反搶者。第二組對位，姆巴佩對皇家社會的中後衛，他的3個進球呈現了3種方式：第一個接到巴爾韋德直塞，扣過中後衛，左腳強射；第二個和貝林厄姆在密集防守中撞牆式配合；第三個攻擊防線的身後，接到維尼修斯的直塞後挑射。他不僅能夠終結進攻，在球隊推進困難的時候也會回撤接應。但皇馬今天的丟球也反映一個問題：進攻人數和回防人數失去平衡。當維尼修斯、姆巴佩、貝林厄姆、居萊爾和鄧弗里斯同時推到前場，丟球權後的第一時間回追的人數不足。所以問題不只是科納特上搶失敗，而是蘇切奇為什麼能夠獨自進入禁區，他身邊的防守隊員呢？但是進攻方面皇馬太強大了，尤其貝林厄姆，他沒有放棄一顆看似已經丟了的球權，在皇家社會禁區內持續的逼搶貝迪亞，最終搶斷並把球送到門前，讓維尼修斯推射空門。所以表現最好的球員貝林厄姆、姆巴佩，而右側的居萊爾，他內收後為鄧弗里斯讓出了右側通道，有球的時候皇馬因此能夠形成右路外線和中路雙重威脅。但是这也是双刃劍，同樣的移動讓皇馬無球的時候讓對方戈麥斯獲得自由。今天居萊爾創造了全場最高的5次機會，並完成6次奪回球權，他的狀態正佳，右邊如果用迪奧曼德還真有些捨不得。而今天的小熊維尼修斯上半場狀態仍然不穩定，一次射門偏出，另外一次單刀被雷米羅擋出，伯納烏對他的一些處理也發出噓聲。但下半場的維尼修斯得到了貝林厄姆助攻打進空門，隨後又用極具穿透性的直塞幫助姆巴佩完成帽子戲法。而今天穆里尼奧的處理非常聰明，他不願意在維尼修斯沒有獲得積極的情緒的時候就將他換下，一直等到維尼修斯又有進球又有助攻還有掌聲之後才安排他休息，這是有意給他一個好心情啊。而皇家社會這邊表現最突出的無疑是奧亞薩瓦爾、蘇切奇還有久保建英，特別日本球員久保，他上半場確實利用了卡雷拉斯身後的空間為奧亞薩瓦爾送出威脅球，也制造了卡雷拉斯的黃牌。但此後庫庫雷利亞上場後，他的傳球判斷和突破成功率大幅下降。今天兩邊控球率幾乎相等，但皇馬的射門是對手的2倍，射正數接近4倍，這說明差異來自於進攻質量和禁區內的執行，而不是單純控球。皇家社會今天獲得7個角球，卻沒有形成絕對的機會，皇馬只有4個角球，但卻通過運動戰制造了5次絕對機會。雙方的預期進球 XG 3.14 比 0.57， 這和4-1的比分也基本一致。特別居萊爾創造5次機會，全場最高。今天很有意思，穆里尼奧自2013年來首次以皇馬主教練身份在伯納烏指揮正式比賽。賽前廣播念到他名字時，現場反應熱烈，但上半場球隊表現不好，同一批球迷很快又送上噓聲。穆里尼奧沒有要求球迷停止批評，他反而認為伯納烏的噓聲來自俱樂部歷史上形成的高要求，偶爾的噓聲能夠迫使球員成長。而今天賽前，伯納烏也向新科的世界杯冠軍
庫庫雷利亞和奧亞薩瓦爾致敬。2名球員共同走向場地中央，擁抱並且接受了掌聲。雙方球队為他們留出通道。庫庫雷利亞下半場也完成了在皇馬主場的正式比賽首秀。那麼這一次是姆巴佩的皇馬生涯第6次帽子戲法，在皇馬所有的21世紀的球員中，僅次於 C 羅和本澤馬。姆總在皇馬生涯的進球數也達到了89球。一句話，穆里尼奧今天讓3位大爺都踢爽了，所以這樣的皇馬誰能不愛？朋友們，今天咱們2個足球視頻，2個 NBA 視頻。老 K NBA 我把鏈接放在了視頻內容簡介的置頂，歡迎您點擊觀看。今天咱們先聊皇馬和皇家社會的比賽，然後是今天最重磅的轉會傳聞。所以感謝您的支持，感謝您的點讚熱推。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今天的轉會市場，巴塞羅那官方發布了視頻，在視頻中主席拉波爾塔親自出面，他說，如果馬德里競技願意出售阿爾瓦雷斯，我們仍然隨時準備報價，按照雙方都認可的報價來推動小蜘蛛的簽約。但是此前馬競主教練西蒙尼和馬競主席塞雷佐已經在發布會中表示，小蜘蛛本賽季將繼續留在球隊。而為了向小蜘蛛示好，今天巴薩的球員菲爾明竟然身穿蜘蛛俠的 T 恤現身訓練場。巴薩這次真是全員一心，確實誠意滿滿啊！前不久第一輪巴薩客場5-0戰勝埃爾切的比賽，梅開2度的拉菲尼亞就在進球後做出了蜘蛛俠的標誌性手勢進行慶祝。雖然他說這是獻給喜歡蜘蛛俠的兒子，但大家都聯想到了小蜘蛛阿爾瓦雷斯。那麼最新的報道說，小蜘蛛仍然拒絕加盟阿森納，這主要和家庭因素有關。過去在結束曼城的生涯之後，他有一些家人的居留許可在大約2年後就到期，比如他的父母，所以不得不離開英格蘭，或者尋找其他移民的途徑。在這種情況下，小蜘蛛如今在西班牙生活，身邊有大多数的家人陪伴，包括他的兄弟姐妹，而且在這裡大家都說西班牙語，語言文化沒有問題，這才是他希望保住的生活狀態。另外，想為巴薩效力也有追隨偶像梅西腳步的意思，所以在英國脫歐以後，受到英國嚴格移民法規的影響，小蜘蛛如果去阿森納想和家人生活在一起，這幾乎已經不可能實現。但西班牙由於他們的移民法以及歐盟公民家屬居留簽證的存在，整體上更加靈活。對於擁有歐盟雙重國籍的人來說尤其如此，許多阿根廷人都是這種情況。此外還有家庭團聚，還有長期居留許可可以供申請。最近小蜘蛛又缺席了訓練，這到底是罷訓嗎？無論如何，馬競已經表態，即使小蜘蛛連續1個月都肚子疼，也不能去巴塞羅那。事實上，馬競會採取法律措施，讓小蜘蛛上看台。而球員自己的團隊倒是說，小蜘蛛沒有詐病，缺席訓練是和隊醫討論後的決定。他們明確表示，阿爾瓦雷斯絕不會裝病撒謊，僅僅是因為前一天晚上睡眠不足，感覺身體不舒服，所以醫療人員也建議他不要參加訓練。但作為老球迷，具體怎麼個情況，懂的都懂。現在阿森納阿爾特塔仍然在聯繫他，仍然想把澤凱賴什加入交易。但起碼現在看來，在今年夏天，馬德里競技把小蜘蛛賣給巴薩的可能性為0。馬競方面對這場鬧劇忍無可忍，幾位來自俱樂部的權威人士明確表示，球員被描繪成受害者，但在小蜘蛛的事件中，唯一的受害者是我們。我們不僅對球員經紀人的行為感到厭倦，也對巴塞羅那幾個月來一直敷衍球員的做法感到不滿。他們從經濟和社會2方面都傷害了我們，但是把他賣給巴薩的可能性為0。這件事和金錢無關，而是關乎尊嚴。這場宣傳充斥着謊言和半真半假的消息，最終為此付出代價的只有馬德里競技。但另一邊，追求者巴塞羅那也真是備足了資金啊！他們的新中鋒只有唯一的目標阿爾瓦雷斯，今年夏天哪怕得不到，前鋒也非他不簽。這2方面不就較上勁兒了嗎？這一出大戲比去年的伊薩克罷訓要加盟利物浦可要熱鬧多了。巴塞羅那管理層又開會了，他們再次達成一致，將全力爭取繼續簽下小蜘蛛。阿爾瓦雷斯就是俱樂部心儀的絕無僅有的首選9號位人選，而且俱樂部非常認可小蜘蛛迄今為止為了加盟巴薩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如果今年夏天他沒法來，巴薩絕不會考慮 B 計劃，將在明年1月冬窗期間再次發起求購。巴薩的目的很明確，只要小蜘蛛能頂住馬競方面的壓力，巴薩將始終堅定地支持他。一句話，巴塞羅那將窮盡一切可能簽下弗里克要的阿爾瓦雷斯。好，讓我們拭目以待。好，曼聯方面有傳聞說他們準備3000萬歐元
報價巴薩後衛巴爾德，並且想用5000萬歐元報價皇馬的中場卡馬文加。而在巴薩內部，巴爾德的處境已經發生變化，他現在的合同只剩不到2年，如果到了明年這個時候，俱樂部可能很難再將他高價出售。巴薩內部對巴爾德近期的進步幅度以及他的態度並不滿意，認為他自23年簽下最近的一份續約合同以來，發展沒有達到預期。但球員現在不想離開巴薩，巴爾德據說將主教練弗里克的警告視為教訓，也是鞭策自己的動力。他希望留在俱樂部爭奪一個位置，而弗里克已經告知他目前是坎塞洛的替補。另外，曼城終於官宣18歲的里爾隊中場布阿迪正式加盟，他將身披32號球衣，雙方簽約到2031年。布阿迪的轉會費9500萬歐元的固定加500萬歐元的浮動。這位18歲的中場是世界足壇最令人期待的年輕球員之一，他已經代表里爾出場了96次，並完成了8次國家隊出場。特別是在世界杯第一次出現，老 K 就驚為天人啊！當時我在節目裡就說過，我要是總監拍1個億，布阿迪必須到手。好，恩佐方面，曼城已經為他向切爾西送上了一份1.35億歐元的報價。切爾西為了尋找恩佐的替代者，準備對伯恩茅斯的亞歷克斯·斯科特發出最後報價，但伯恩茅斯態度堅決，認為斯科特是非賣品。此前已經在今年夏天拒絕了切爾西6400萬英鎊的報價。但切爾西方面儘管也考察過卡馬文加，但他們整個夏天都把斯科特作為头號目標，而伯恩茅斯隊一直堅持不會再出售球員了。如果現在真的改變立場，又可能引發队內其他人的不滿。所以恩佐能不能去曼城，跟切爾西能不能找到替代者休戚相關。好，曼城前鋒馬爾穆什即將前往托特納姆熱刺接受體檢，這筆交易5000萬英鎊的固定轉會費，外加1000萬英鎊的浮動條款，其中有500萬英鎊是保證支付部分。還有這筆交易，法蘭克福隊沒有馬爾穆什的2次轉會，熱刺正在全力衝刺，力爭本周周五中午前完成馬爾穆什在英超的注冊。好，曼城方面的格拉利什，現在桑德蘭已經提出租借，但需要曼城承擔部分薪水，並且加入明年夏天正式簽下他的可能性。30歲的格拉利什在曼城一直沒有獲得穩定的主力位置，況且年齡已經大了，在這筆交易上，曼城能做的只有止損。而利物浦方面，他們為水晶宮28歲的邊鋒伊斯梅爾·薩爾送上了一份5000萬英鎊的報價，球員本人也非常希望完成轉會，但水晶宮此前已經拒絕了加拉塔薩雷的2次報價。據說利物浦隊對薩爾的接觸遭到了水晶宮的拒絕，球隊表示不願意出售。此前利物浦已經向布萊頓提出了關於邊鋒揚庫巴明特的2份報價，第2份報價6000萬英鎊，但布萊頓的要價8000萬英鎊，所以仍然拒絕。好在利物浦想要的大巴黎邊鋒巴爾克拉就快要來了，雙方都期待完成交易。那麼只要大巴黎也鬆了口，雙方在價格上面妥協，起碼有了巴爾克拉，利物浦主教練伊勞拉的心可以先放一放。但另外有傳聞，大巴黎最初對巴尔克拉的估值1.45億英鎊，但此後已降低要價。如果達成協議，最終轉會費預計1.15億英鎊。好，另外門將方面，維拉隊的門將大馬丁內斯已經被經紀團隊推薦給切爾西，切爾西也正在考慮簽下他。因為節目裡咱們也說了，切爾西現在的門将確實難堪重任啊。那如果這筆交易真的能成，老 K 的10大門將預測立刻就要改一改順位嘍。本月早些時候，這位33歲的大馬丁內斯此前曾經和尤文圖斯聯繫在一起，但交易最終沒有推進。維拉隊已經從帕爾馬簽下了日本球員鈴木彩艷，準備讓他在未來擔任球隊新的1號門將。而這已經是大馬丁內斯連續第2個夏窗推動自己離隊。去年曼聯曾和他進行談判，但在夏窗後期提出租借的報價遭到拒絕。曼聯最終從安特衛普簽下拉門斯，但雖然去年沒走，上賽季馬丁內斯卻再次在阿斯頓維拉的成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幫助球隊取得英超第4，並贏得歐洲聯盟杯。另外，他還在國家隊在阿根廷打進世界杯決賽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33歲的大馬丁內斯自2020年9月從阿森納加盟以來，已代表維拉隊出場256次。如果他再離隊，將進一步加劇球隊今年夏天陣容的變動。此前摩根羅傑斯、蒂勒曼斯、孔薩和迪涅都已經離開。好，另一邊阿森納的馬丁內利已經接近和利雅得新月隊達成協議，總價6500萬歐元，含浮動條款。現在只需要等待球員方面的確認，馬丁內利的離開近在咫尺。好，今天本菲卡已經官方宣布簽下了31歲拜仁中場帕利尼亞，轉會費總價1900萬歐元，雙方簽約4年。
帕利尼亞在拜仁出場很少，但曾經租借加盟熱刺，上賽季他代表熱刺出場45次，打進7球，3個助攻，幫助一度接近降級的熱刺成功保級。但是在拜仁僅僅首發過6次。接替克魯伊夫的人是英格蘭名帥博比·羅布森，但他的任務非常困難，因為任何一個想接替克魯伊夫的人都會承受巨大的比較壓力。而1996年還有2個後來不得不講的人出現了。第一個大羅納爾多，19歲的 R9 大羅納爾多從埃因霍溫加盟，結果只踢了1個賽季就留下了極其誇張的表現，49場比賽47個進球，幫助巴塞羅那拿到了西班牙超級杯、歐洲優勝者杯和國王杯，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最可怕的前鋒。第二個人若泽·穆里尼奧，是的，这不又跟咱們同期播出的穆里尼奧的紀錄片又連上了嗎？所以未來瓜迪奧拉最大的教練的宿敵這時候已經出現在身邊。穆里尼奧追隨羅布森來到巴薩，名義上最初承擔翻譯工作，但實際上越來越深入地參與到訓練、戰術分析、球探和球隊的管理。他從1996到2000年一直先後輔佐過羅布森和范加爾，所以咱們瓜瓜和穆里尼奧曾經連續4年在同一家俱樂部工作，兩個人當時關係相當正常。96到97賽季，克魯伊夫離開之後，瓜迪奧拉仍然沒有失去主力位置，他踢了53場正式比賽，是整個巴塞羅那一線隊生涯單賽季正式比賽出場次數最高的，而且足足踢了4514分鐘。所以瓜瓜已經證明他並不是只能存在於克魯伊夫體系的特殊球員，換了主教練他依然是巴塞羅那中場核心。但羅布森的巴薩其實和克魯伊夫非常不同，克魯伊夫過去追求的是結構、空間、控球、位置和體系，羅布森則相對更加務實，而且他手裡突然擁有羅納爾多這樣一個人就可以解決問題的超級怪物，所以巴塞羅那的比賽方式發生了變化。過去許多時候是瓜迪奧拉組織，然後中場推進，然後進攻球員完成最後一擊，現在則多了一條非常直接的道路，直接找羅納爾多，因為羅納爾多自己真的可以完成後面所有的事情。這對瓜迪奧拉同樣是一種學習，因為一個球隊不一定永遠只存在一種贏球的方式。而且這段時間在球場上，瓜迪奧拉研究足球，在教練組穆里尼奧也正在研究同樣的足球。1997年5月14日，歐洲優勝者杯決賽，地點鹿特丹，巴塞羅那對陣的是巴黎聖日耳曼，瓜迪奧拉首發，他的身邊有羅納爾多、路易斯·菲戈、路易斯·恩里克、伊萬·德拉佩納、阿維拉多、費爾南多·庫托，還有塞爾吉·巴爾胡安。第37分鐘，羅納爾多利用點球破門，最終1-0取勝。瓜迪奧拉奪得自己球員生涯另外一座歐洲大賽冠軍——歐洲優勝者杯。1個多月以後，97年6月28日，國王杯決賽。這次的比賽地點很特別，在伯納烏球場，對手是皇家貝蒂斯。巴塞羅那曾經2次落後，當比賽來到第82分鐘，皇家貝蒂斯仍然2-1領先，距離冠軍只剩幾分鐘。然後第85分鐘，瓜迪奧拉送出傳中，胡安·安東尼奧皮記的頭球破門，2-2，比賽進入加時。最終飛哥第114分鐘破門，巴塞羅那3-2逆轉奪冠，並且這個決賽裡面正是瓜瓜送出了那個把球隊從死亡邊緣拯救回來的關鍵性傳中。本賽季巴薩聯賽排名第2，但奪得了西班牙超級杯、歐洲優勝者杯和國王杯，僅次於卡佩羅率領的皇馬。按照普通俱樂部的標準，這是非常成功的一個賽季。但是巴塞羅那已經決定，羅布森必須下課，下一任教練是另外一個荷蘭人路易斯·范加爾。時間到了1997年，瓜瓜的球員生涯第3階段發生了一個最重要的身份變化。95到96賽季，第一隊長是巴克羅；96到97賽季，巴克羅和波佩斯庫承擔隊長的角色。但到了97、98賽季，第一队長正式变成瓜迪奧拉，而且接下來一直幹了4年的隊長。此時的瓜瓜只有26歲，但他的角色徹底變了。以前他是克魯伊夫在球場上的延伸，現在他必須成為巴塞羅那更衣室的代表。過去出現問題的時候，他可以看克魯伊夫，可現在出現問題，其他所有球員都開始看他。而且那個時代的巴薩更衣室並不好管理，裡面包括飛哥、里瓦爾多、路易斯·恩里克、德拉佩納、斯托伊奇科夫，之後還有克魯伊維特、科庫、弗蘭克·德波爾、羅納德·德波爾。不同的國家、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性格，瓜迪奧拉必須從一個戰術核心變成戰術核心加上隊长的角色。但就在此時，職業生涯最大的災難來了。范加爾來到巴薩，瓜瓜成為第一隊長，看起來應該是人生進一步上升。結果他出現了生涯最嚴重的傷病，接近1年無法正常比賽。據瓜瓜後來回憶，其實從97年8月在巴塞羅那對陣里加斯孔托隊開始，
他就已經感受到身體有問題。而真正麻煩的是，他不是普通的傷病，而是你好了一點復出，他又再疼，再恢復，再復出，再受傷，循環不斷。到了98年初，瓜瓜已經非常痛苦。98年1月，他再次受傷。當時瓜迪奧拉表達的意思非常直接，自己不可能繼續維持這樣的循環的狀態。他的左腿腿後肌不斷出現問題，疼痛甚至延伸到髖部和臀部區域，1年之內出現多次反復。對於瓜迪奧拉這種球員，這是致命的，因為他真正依賴的是接球前的轉身，調整身體方向，連續的移動尋找傳球角度，而腿後肌不斷出問題，他連自己的基本移動都無法保持。1998年2月底，在訓練中，他再次感到左腿劇烈的疼痛，檢查結果確認股二頭肌撕裂，而且問題靠近肌腱連接的區域，醫生甚至公開討論是否必須手術。瓜迪奧拉本人非常沮喪，因為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復發，整個賽季都變成了復發又治療，復發又治療。最殘酷的是，他錯過了1998年在法國舉行的世界杯，當時的瓜迪奧拉28歲不到。正常情況下，這正是職業球員最成熟的年齡，而且還是西班牙的重要中場。但是1998年5月，他主動告訴國家隊主教練克萊門特，自己的身體條件不足以參加世界杯，於是只能退出，不是落選，而是瓜瓜自己認為身體已經無法承擔了。可諷刺的是，這一年的巴塞羅那卻成為雙冠王。97到98賽季，范加爾的第一年，巴薩拿到了西甲冠軍加國王杯冠軍。這是俱樂部39年來第一次重新完成國內聯賽和杯賽的雙冠王。此外，這個時期還贏得歐洲超級杯。但作為隊長，瓜迪奧拉只能參加14場正式比賽，924分鐘，幾乎他一直在場外看着隊友們奪冠。但在奪冠那一天，1998年4月，巴塞羅那確定聯賽冠軍。瓜瓜其實根本沒有進入比賽大名單，但他仍然換上球隊裝備，中場之後跑進球場和隊友們一起慶祝。那時候的他剛剛從法國進行了一段康復治療回來，仍然希望自己能夠趕上世界杯。他說，這個聯賽冠軍獻給那些一直支持球隊、跟隨球隊一起受苦的人。結果很可惜，保守治療一直沒有徹底解決問題，最終沒有趕上世界杯。這時候他前往尋求芬蘭著名運動傷病專家於爾約·薩卡里奧拉瓦，專家的意見最終決定手術。1998年6月8日，他在巴塞羅那接受了左腿腿後肌手術，醫生預計大約4個月才能恢復比賽。一直到了98年年末12月5日，瓜迪奧拉才真正準備恢復正式比賽。距離上一次正式比賽已經319天，接近400天。對於一個27歲的職業球員，一整年幾乎沒有踢球，完全可能意味着職業生涯從此改變。傷癒之後的他不可能再回到21歲，速度原本就不是他的優勢，經歷了長期腿後肌的傷病之後，更不可能依靠跑動去彌補。所以他的足球越來越依賴於自己的站位、觀察、低腳的處理、控制節奏、提前做判斷。某種意義上，傷病逼着瓜迪奧拉進一步用腦去踢球，這也是為什麼後期瓜迪奧拉看起來越來越像球場上的教練。1998到99，這是巴塞羅那歷史上的100年賽季，俱樂部舉行了一整年的100年慶典。99年4月28日，巴塞羅那甚至在諾坎普和巴西國家隊舉行紀念賽，瓜迪奧拉首發，而中場休息的時候，您猜踢下他的人是誰？哈維。當時那個畫面如果從歷史的角度看非常有意思，但當然了，當時沒有人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而我們後來知道，從瓜迪奧拉到哈維，再到後來的布斯克茨，巴塞羅那中場的某種足球的血統正在發生傳遞。今天他又到了佩德里手上。98到99賽季，范加爾正式把年輕的哈維帶入一線隊，所以這個階段既是瓜迪奧拉重新歸來，也是下一代巴薩的中場已經開始出現。98到99，在巴塞羅那的100年賽季，他們再次奪得西甲冠軍。1999年5月，客場4比1擊敗阿拉維斯後提前奪冠，這是范加爾連續第2個西甲聯賽冠軍，也是瓜迪奧拉個人第6個西甲冠軍。他因此追平了巴塞羅那傳奇門將安東尼·拉馬列茨所保持的俱樂部球員聯賽奪冠的記錄。想一想，1年前他甚至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正常踢球，但1年後第6次成為西班牙聯賽冠軍。不過整個賽季只參加了26場正式比賽，2146分鐘，進了1個球。雖然奪冠，身體其實仍然處在重新建立比賽節奏的階段，真正完全重新成為核心是下一個賽季。1999到2000年，那個大腦真的回來了。這個賽季他參加了42場正式比賽，3328分鐘，
這已經非常接近在健康狀態下的主力球員工作量。而當年的巴塞羅那最好的足球總是要先經過瓜迪奧拉的手。1999年10月，巴塞羅那在溫布利球場4-2擊敗阿森納。當時西班牙媒體的分析認為，是瓜迪奧拉控制了整場巴塞羅那踢球的節奏，球隊能夠找到他，就能形成連續的傳球、三角形配合、河對空間的利用。找不到他，巴塞羅那就容易陷入直接的長傳和混亂。而這已經是28歲的瓜迪奧拉，這個版本他早不是當年的瘦弱少年，而是整支球隊的節拍器。2000年4月，歐冠聯賽1/4決賽，巴塞羅那首回合1-3輸給切爾西，回到諾坎普，巴薩必須逆轉。結果他們踢出了一場瘋狂的比賽，5-1狂勝，在加時賽完成逆轉。里瓦爾多2個進球，飛哥1個球，達尼加西亞1球，克魯伊維特1球。瓜迪奧拉首發坐鎮中場。在贏下這樣一場驚天逆轉之後，普通的球員可能會說，我們今天拼得很好，球迷們太棒了，我們永不放棄。可賽後的瓜迪奧拉在討論什麼？他在討論陣型、邊鋒、寬度，還有里瓦爾多應該踢哪兒。他認為范加爾調整到3後衛結構之後，更重要的是球隊重新擁有了2個真正拉開寬度的邊鋒。瓜迪奧拉明確談到，巴薩可以改變後衛的數量、前鋒的數量，但不能放棄利用邊路的寬度。所以到這裡已經非常明顯，這個瓜瓜還在踢球，但腦子已經像主教練一樣在分析比賽。這就是球員時代瓜瓜最重要的特點，他不只是在問我今天踢得怎麼樣，他越來越多的問我們今天的陣型結構為什麼有效，為什麼必須有邊鋒，為什麼里瓦爾多應該站在這兒而不是那兒，為什麼3後衛能夠改變中場的人數。所以10幾年之後我們再看紀錄片，看在曼城的瓜迪奧拉講比賽，是不是顯得特別熟悉？這就是因為在1999到2000賽季，是教練版瓜迪奧拉第一次已經明顯的從球員的身體裡冒出來了。但是在切爾西奇蹟之後，歐洲冠軍的夢想再次破滅。半決賽，巴塞羅那面對西甲老對手瓦倫西亞，首回合在梅斯塔利亞球場，瓦倫西亞4-1大勝巴薩。巴塞羅那再次遭遇了類似於1994年在雅典的那種自己想控制球，對方卻利用速度、空間和攻防轉換不斷攻擊你。第二回合雖然巴薩2-1獲勝，但總比分3-5，巴薩出局了。這一年在聯賽沒有奪冠，歐洲冠軍聯賽半決賽出局，國王杯也沒有拿到。范加爾第一段巴塞羅那的執教生涯隨之結束，而瓜迪奧拉又經歷了一次王朝的更替，先是克魯伊夫的夢之隊，然後是羅布森，然後是范加爾的王朝。幾年時間，3個完全不同的主教練，而那個始終留在巴薩中場的人還是瓜迪奧拉。此時到了2000年夏天，瓜瓜終於可以隨着國家隊參加歐洲杯。在西班牙小組賽最後一場對陣南斯拉夫，比賽極其瘋狂，西班牙必須爭取晉級。最後時刻他們的連續進球用4-3完成了奇蹟般的逆轉，而歐足聯也把這場比賽的最佳球員評給瓜迪奧拉。但最終他們在1/4決賽1-2輸給世界杯冠軍法國隊，齊達內和德約卡夫進球。比賽最後階段，西班牙队劳爾甚至罰丟了可以扳平比分的點球，瓜迪奧拉仍然首發。而整個歐洲杯結束以後，歐足聯的技術團隊將瓜迪奧拉選入當年歐洲杯最佳陣容。2000年歐洲杯官方並沒有評選11人最佳陣容，而是一份包含22人的大名單。讓我們看看這些星光熠熠的名字：守門員法國巴特茲，意大利的托爾多；後衛法國的布蘭科、德塞利、图拉姆；意大利的卡納瓦羅、馬爾蒂尼、內斯塔；荷蘭隊弗蘭克德波爾；中場法國隊維埃拉、齊達內；意大利的阿爾貝蒂尼；荷蘭隊的戴維斯；葡萄牙隊的魯伊科斯塔、路易斯菲戈；西班牙隊的佩普瓜迪奧拉。锋線上，法國隊亨利，南斯拉夫隊米洛舍維奇，意大利隊托蒂，荷蘭隊的克魯伊維特，西班牙隊的勞爾岡薩雷斯，葡萄牙的努諾戈麥斯。所以29歲的瓜瓜仍然是歐洲最頂級的組織型中場，他可不是靠名氣留在巴塞羅那養老的老將。時間到了2000年夏天，巴塞羅那發生了一場大地震，路易斯菲科去了皇馬，范加爾離開，而長期擔任主席的努涅斯時代結束了，加斯帕特成為新的主席。巴塞羅那開始進入到非常混亂的時期，而與此同時，弗洛倫蒂諾就是我們後來很熟悉的老佛爺，通過挖走了路易斯菲戈成為皇馬主席。此時的瓜迪奧拉突然變成了過去的夢之隊最後還留在這兒的人。而到了2001年，當他也宣布離開的時候，當時西班牙媒體直接稱他是夢之隊最後的一季。那麼最後的這個賽季2000到01年，
反而是他在巴薩進球最多的一年。瓜迪奧拉這個球員本來就很少進球，但在最後一個賽季37場正式比賽，他進了3個。此時的教練是費雷爾，後來又換成雷克薩奇。球隊在歐冠聯賽第一階段表現非常不理想，只能去踢聯盟杯。聯盟杯一路進入半決賽，對手是利物浦。首回合巴薩0-0戰平，次回合利物浦1-0取勝，總比分0-1，他們再次距離歐洲決賽只一步之遙。2001年4月11日，整個瓜迪奧拉球員生涯第3階段真正的高潮，他已經30歲，合同將在夏天到期。呱呱召開了新聞發布會，然後宣布本賽季結束後他會離開巴薩，而且明確表示絕對不會加盟其他任何西班牙球隊。如果只能留在西班牙，在其他的俱樂部踢球，那他的態度我寧願退役。那麼我們必須說說，此時他為什麼離開？瓜迪奧拉本人說自己從13歲來到巴薩，現在已經30歲，甚至已經成為父親，職業生涯正在一天天縮短，所以他想在結束以前看看其他的國家，看看其他的文化，看看其他的聯賽，體驗另外一種足球。而且當時的他甚至沒有提前簽好下一家俱樂部，他自己形容這種決定是先跳進水裡，再看看裡面有沒有水。這句話非常的瓜迪奧拉。不過外界並不完全相信他只是想看看世界。老隊友科曼在聽到消息以後說，如果呱呱在巴塞羅那真的完全開心，他可能就不會走。克魯伊夫也認為瓜迪奧拉顯然對許多事情產生了疑問，斯托伊奇科夫則公開批評俱樂部處理這件事情的方式。後來我們知道，瓜迪奧拉和俱樂部高層之間已經出現明顯的審美疲勞和距離，甚至在范加爾時期就曾經出現過想出售他的想法，所以想看看外面的世界，這是真實的原因。但他對當時巴塞羅那環境的疲惫也很可能加速了這個決定。而最重要的是，俱樂部高層換來換去，主教練換來換去，巴塞羅那陷入了混亂。2001年6月10日，巴薩客場面對巴拉多里德，這場球巴薩2-2戰平，但第2分鐘瓜迪奧拉主罰直接任意球，皮球直入球門上角，這是他在巴塞羅那最後階段最漂亮的進球。1周以後，諾坎普會發生另一場傳奇般的比賽。聯賽最後一輪，巴塞羅那面對瓦倫西亞，雙方直接爭奪歐洲冠軍聯賽資格，巴薩必須贏。里瓦爾多先後打進2球，比分卻來到2-2，咬得非常緊。第88分鐘，弗蘭克·德波爾送球，里瓦爾多一個胸部停球，背對球門，然後倒掛金鈎，球進了，非常漂亮的帽子戲法，3-2。巴薩最後時刻搶到了歐洲冠軍聯賽的資格，而瓜迪奧拉此時首發，踢到第65分鐘才被換下。這是他在巴塞羅那踢的最後一場西甲比賽。但真正的最後一戰是国王杯半決賽第2回合，巴塞羅那對塞爾塔。首回合巴薩已經1-3落後，回到諾坎普必須逆轉，而且這已經確定是瓜迪奧拉最後一次在主場穿巴塞羅那的球衣。他甚至拒絕了俱樂部為自己在賽前舉行隆重的告別儀式，原因很簡單，他認為這不是瓜迪奧拉的告別賽，而是國王杯的半決賽，球隊還有機會打入決賽爭冠軍。這樣的處理非常符合他的性格。然而比賽中塞爾塔卻很快領先，克魯伊維特扳平，巴塞羅那繼續進攻。此時瓜迪奧拉甚至有機會親自給自己的巴薩生涯寫下一個電影般的結局，直接任意球的機會，他來主罰，一腳射門，皮球卻擊中橫梁，最後球沒有進，巴塞羅那1-1戰平，總比分2-4被淘汰。賽季結束了，瓜迪奧拉的巴塞羅那球員生涯也結束了。最後這整個賽季球隊两手空空，對巴薩來說是一個非常糟糕的賽季結尾。但真正動人的畫面在中場以後出現。中場哨響以後，瓜迪奧拉走向球場中央，舉起雙手向諾坎普告別。他本來希望事情就這樣結束，但是路易斯·恩里克衝了進來。當時恩里克沒有參加比賽，穿着便服，他直接衝到瓜迪奧拉身邊，然後其他的隊友一起都過來了，把瓜迪奧拉抬上肩膀，全隊把隊長舉了起來。瓜迪奧拉終於控制不住情緒，整個諾坎普向他鼓掌告別。這一幕是他球員巴薩時代最好的結尾。17年前的1984年，13歲的瘦小少年瓜迪奧拉住進了拉瑪西亞。1986年，他是諾坎普球童。1990年，他在一線隊上演首秀。92年，他成為歐洲冠軍。94年，拿到4屆西甲冠軍。97年，歐洲優勝者杯冠軍。同樣是這一年，成為巴塞羅那隊長。1998年，遭遇嚴重的傷病。
2000年代表國家隊入選歐洲盃最佳陣容。2001年，30歲的隊長被隊友們抬着離開諾坎普。讓我們看看1992年在溫布利的那支首發陣容：蘇比薩雷塔、費雷爾、南多、科曼、胡安·卡洛斯、尤西比奧、瓜迪奧拉、巴克羅、勞德魯普、胡里奧·薩里納斯、斯托伊奇科夫。9年後，到了2001年，只剩瓜迪奧拉。所以對西班牙來說，不只是一個30歲的球員自由轉會離開，而是夢之隊時代最後一扇門終於關上了。但非常有意思的是，看看瓜迪奧拉最後一場巴塞羅那比賽的隊友，其中已經出現了哈維和普約爾。這兩個人後來會成為巴薩新的隊長，會成為新的巴塞羅那王朝的核心，也是後來瓜迪奧拉執教時期最重要的球員。所以歷史在2001年形成了一個非常漂亮的交接。克魯伊夫時代最後的核心，夢之隊最後的遺跡正在離開，而屬於未來由瓜迪奧拉執教的時代，夢三隊的核心已經進入了一線隊。作為球員，在這個階段，瓜迪奧拉第一次真正認識到，教練和球員都不是永恆的。克魯伊夫可以走，羅納爾多可以走，飛哥可以走，范加爾可以走，自己也可以走，甚至巴塞羅那也不一定會永遠保持強大。所以後來做教練的他，為什麼特別強調要更新、要競爭，陣容要變化，不能沉迷於過去。贏完了冠軍之後不重要，第二年要重新開始。他球員時代的這些經歷很可能就是重要的背景，而此時的他主動離開，把位置留給了哈維。他不是簡單的連接了2支巴塞羅那隊，他幾乎連接了2個時代。所以之前那一集我們說克魯伊夫給了瓜迪奧拉一個4號位，瓜迪奧拉用這個4號位看完了一個王朝的誕生和毀滅。而這個第3階段，當導師走了之後，瓜迪奧拉自己成為了巴塞羅那的方向。然而傷病摧毀了身體，隊長袖標增加了責任，俱樂部開始陷入混亂，下一代的核心卻已經出現。最後他終於明白，有時候離開並不等於背叛，而是為了重新認識足球。預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感謝大家，同時也支持老 K NBA。我把鏈接放在了視頻簡介的置頂，歡迎您點擊。感謝您的點讚，感謝您的熱推。山水有相逢，來日方長，咱們後會有期。